诗画会上，谢安为了让心上人取胜，故意毁了我的画。他说，这次比试对你来说寻常，却是思月被选为太子妃的唯一机会。我提了退婚，就为了一幅画。行，到时候嫁不出去了，别回头来求我。他不知，太子府送来的聘礼已经摆满了整个江家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传言皇后要借诗画会为太子选妃，来参加的女子不计其数。观赛席上有我的未婚夫，才名远播的谢家嫡子谢安。侍女一边磨墨一边笑道：“小姐，谢公子一直在看你。”我作画之余瞟了一眼，谢安的眼神确实正朝着这边，可我却瞧着不像是在看我。想到这里，我的笔轻轻一抖，幸好没有在画上留下痕迹。站在我后头的是沈府上个月刚认回来的小姐，真假千金的话本故事成了现实，但不巧我在其中无名无姓。本次比试的是画技，可邀请旁人在画上题词，已有不少女子去找了谢安，可谢安向来不近女色，为人清冷，几位千金小姐都铩羽而归。侍女揶揄道：“小姐若是去了，谢公子保管不会拒绝。”我心念一动，我这幅仕女图其实不用题词就已经足够完整了，但人总有些虚荣心在作祟。我与谢安自小相识，于1年前口头定下婚约，我们一起看过灯会，一起游园踏青，关系自然是不一般的。我正在犹豫，却见有一粉衣身影与我擦身而过，直奔谢安而去。安哥哥，能请你为我题词吗？沈思月一张小脸涨红了，紧张的差点把画都攥坏了。先前被谢安拒绝的贵女道：“小家子气模样，到底是乡下长大的。”这话说的不算小声。沈思月更加无措，似乎下一刻就要哭出来。我不麻烦你题词了。他话音未落，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，谢安将他的画拿了过去。沈思月画的并不好，连构图都没构好。谢安思索片刻后，在空白之处写下了一首诗，与他的画相得益彰，将多余的留白填满了，为他的画拉高了好几分。沈思月千恩万谢之时，谢安缓缓开口道：“如此，你即便做不了第一，也能胜过方才那几人。”方才说话的贵女们神情窘迫。沈思月高兴道：“有安哥哥题词，我一定会拿第一的。”他笑靥如花，谢安也不由勾起了唇角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带着我的画走向了谢安。我知道他是看不惯那贵女当众羞辱沈思月，但到底还是有些吃味。我笑道：“谢安，也帮我题个词吧。”谢安皱眉道：“你的画无需我来画蛇添足。”与此同时，沈思月在旁惊呼道：“江家姐姐画得真好。”转念她似乎想到什么，垮了脸，渲然欲泣道：“那我还怎么拿第一啊？”她似乎对第一名有什么执念。谢安微微一愣，突然拿过了我手中的画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他已经提起了笔，落笔却在我画的仕女面庞上。自那日沈思月夺魁后，我已整整1个月没见谢安。他来寻过我2次，被我拒之门外。谢安第一次来时，他道：“不过是一场比试，你的实力人人都知，何须为了。”他的话在触及我红肿的眼睛时戛然而止。我母亲早逝，父亲另娶又外放3年，并未带上我。虽有江家嫡女之名，却除了自己无人为我谋筹打算。世间待女子苛刻，我行事一再小心，生怕沾染上一点污名，陷于万劫不复。我的画技一直素有美名，却败在这样一场盛会上。我承认我输不起，我就算输也不该因此而输。我将人赶了出去。走时，谢安还道：“江归，你不该如此重虚名。”谢安第2次来时，他身后的家丁抬了好些礼物。他的家丁劝和说，他家公子不是故意的，还请江姑娘原谅。是不是故意的，我分得清。谢安抿着唇，似是拉不下脸来和我说一句对不起。见我一点不为所动，谢安有些恼了。他道：“这次比试对你来说寻常，可对沈思月来说无比重要。”原来作为真千金，沈思月在沈家地位尴尬。假千金已与3皇子有婚约，
沈家上上下下都对贾千金无比重视，忽略了沈思月。沈思月为了让沈家后悔，势必要当上太子妃。这话听得我一愣一愣的。我不能完全理解，但我尊重他的决定。只是这些又同我有何关系？又和谢安有何关系？我笑了笑，提出了退婚。谢安蹙眉道：就因为一幅画？当然不止啊。这不是谢安第一次为沈思月破例了。沈思月被认回沈家后，确实过得不好。宴席上，他被当众奚落，我忍不住出手相帮，为此还和几位贵女起了争执。谢安那时还说我太冲动了。沈思月后来又来找我求助过几次，我乐意帮忙，可难免有自顾不暇之时。一次，他来借最时新的裙子赴宴，侍女知晓我也要穿，便为我拒绝了。我转头再去寻他时，他说没事的，安哥哥已经将府上绣娘借给他了。自那次之后，他便不再寻我了，改为去找谢安。次数多了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对，委婉表达过我的不悦。谢安却皱眉说：江归，他不比你，锦衣玉食的长大，不曾走丢过。你拥有的已经够多了，何必再和旁人一样欺辱他？那日比试时，我的话被谢安毁了。情急之下，我又添了一枝杏花，穿过了谢安潦草的字，可内中是亡羊补牢，只能稍稍挽回几分。意料之中，前3名没有我的名字。可是话会结束后，皇后娘娘召见了我，她赞赏我的急中生智。在她问我可愿多去陪陪她时，我顿时明白了她的意思。我应下了，只是这些不足为谢安道也。此刻，谢安冷冷地看着我，道：行，到时候嫁不出去了，别回头来求我。他不知，太子府送来的聘礼已经摆满了整个江家。我与太子邵桓虚在皇后那里见过数面，不同于谢安清清冷冷，邵桓虚瞧着就是一副仁慈又威严的模样。年纪轻轻，已有储君之风。我不知他喜不喜欢我，但若能母仪天下，我还有什么可挑剔的？赐婚圣旨还未下，还不好声张。我如往常一样带着侍女去逛铺子，恰巧见到了谢安和沈思月。沈思月瞪大了眼睛看着琳琅满目的首饰，惊呼出声。他激动道：我从来没见过这些，安哥哥，我真的能随便选吗？谢安嗯了一声，不复往昔那般拒人千里之外。沈思月连忙摇头：不行，不行，不能让安哥哥这么破费。我去问江家姐姐借点首饰就好了，反正她有好多好多，定然会愿意借给我的。上次我没借到，只是个意外。听到了我的名字，谢安有些不悦，道：他心眼小，既然不愿借，我就买给你。沈思月挑来挑去，挑了个最便宜的绒花簪子，道：安哥哥，我要这个就好了，这已经是我拥有的最好的簪子了，再贵的我配不上。谢安自然不许他这样自轻自贱，他直接为沈思月拿了一只价值100两的碧玉簪子。沈思月迫不及待地将簪子戴在了头上，他照着镜子左看右看，娇羞地问道：安哥哥，我这样子，太子会欢喜我吗？谢安道：你上次打败了江归夺魁，已经吸引了皇后和太子的注意，而且你出身高贵，却无世家小姐的死板高傲，心性善良单纯，难能可贵，无人会不喜欢你。我的意思是，太子会喜欢你的。这还是我头一次听谢安说这么多话。闻言，沈思月似乎备受鼓舞，道：他们都说皇后娘娘在诗画比试那日定下了太子妃，而我又是魁首，太子妃定然是我。待明日宫宴，届时皇后就会宣布太子妃人选。沈思月眼神中俱是激动和志在必得，而谢安，他眼底闪过一丝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失落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只觉好笑。当日下午，我回到家，没多时，侍女来报说谢家的家丁送来了谢安特地给我买的礼物。我和谢安相识多年，他也送过我几次礼物，不多，数来数去也就3次。每次我都很高兴，一听到消息就跑去了前厅。侍女们也会夸谢公子那样矜持冷情的人，也就愿意给我花心思了。来的谢家家丁仍是那个面熟的，他最会为谢安讲话，这次也是如此。
我们家公子一直念着江姑娘，特地为江姑娘挑了这只簪子。说着，他递上来了一只绒花簪，甚是眼熟，正是谢安觉得配不上沈思月的那只。我眼中尽是讽刺，那家丁没有看出来，还在那里口若悬河。江姑娘，我们公子还让我给您带句话，您上次说的退婚之事，他就当没提过，再给您一次机会，待明日宫宴结束，他就正式上门来提亲。您往后做了他的未婚妻，可不要再耍性子了。我把玩着那廉价的绒花簪，笑着道：好啊。家丁欢天喜地地走了，眨眼便到了明日。我提前半个时辰就进了宫，在皇后那里小坐了一会儿，起身去往设宴之处。路过花园，听见了几位世家公子的闲谈声。谢兄，这2日怎么不见你和江家女？谢安依旧寡言，闹脾气了。这种世家小姐就是脾气大，难哄。可谁叫江家现在风光，真想看哪天江家落魄了，江归还能不能这么熬？他也就画画好点，有什么用啊？女子无用，尽学这些无用的东西，学点把男人伺候好的本事才是正道。他们穿着锦衣，却如豺狼禽兽，交谈之语完全上不得台面，字字贬低，句句嘲讽，却不听谢安为我说一句话。有人突然转了话头道：那沈家的真千金倒是不一样，那双眼比勾栏头牌还勾人，纯得很，真不知他的滋味。他话未说完，谢安已呵斥出声：不要对女子评头论足。一群公子这才消停。我没有再听下去，加快了脚步离开。宴会厅里，我的位置靠前，仅在几位贵妇人之下，显然是特意留给我的。我正要过去，就见一抹俏丽的人影蹦蹦跳跳走了过去。沈思月头上正戴着那只昂贵的碧玉簪，许是头一次来参加宫宴，他不知这些礼数。我对争抢位置无意，但怕他因此难堪，便让侍女悄声去提醒。可不想，侍女刚对他耳语了2句，他突然抬头，直直地看向我，高声道：江家姐姐还是在怪我那日抢去了你的诗画会魁首吗？他嗓音清脆，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我一时怔愣，他已经滔滔不绝道：我不知道该坐在哪里，不过是找了个空的位置，你就要让我站起来让你给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你若是嫌弃我是乡野来的，何不同我直说，为何要这么羞辱我？谢安正好走了进来，他一进来便看到了几乎要哭出来但倔强地忍着的沈思月。他看向我，眉眼闪过一丝不耐，道：江归，差不多得了，诗画会的事情你是过不去了吗？江归，你这样脾性，以后如何当得起我的夫人？我身心俱疲，正要开口，却听一温润男声道：江姑娘来同姑的妹妹坐一起吧。一身玄衣玉带的邵环虚笑道，他眼眸似幽深潭水，像是把什么都看清了，却不点破。自邵环虚出现后，沈思月一双眼就紧紧定在他身上，将谢安忽略了个彻彻底底。谢安抿了抿唇，脸眉垂眸，遮盖了眼中情绪。他向来聪慧，却在这时因被沈思月吸引，没细想太子为何会为我解围，不曾发现端倪。宴过3巡，邵环虚面对帝王和大臣游刃有余，我亦和几位公主相处融洽。邵环虚似瞧了我好几眼，许是我的错觉。终于，皇后喊停了觥筹交错，笑道：太子今年20有2，该是娶太子妃的年纪了。太子可有什么中意的姑娘？全场静默。沈思月紧张地攥紧了衣摆，谢安有些魂不守舍地看着他。邵环虚含笑起身道：儿臣确实有一位中意的姑娘。皇上笑眯眯地问道：是哪家姑娘？邵环虚故弄玄虚道：她蕙质兰心，才学过人，出身名门，却无一点架子，一手丹青更是引人盛赞。自第一眼见她，我便觉得她映如天上月，雪中梅，清风难入怀，令人魂不守舍。这些话与谢安夸赞沈思月时说的十分相似。邵环虚每说一句，沈思月的笑容就深一分，而谢安抓着酒杯的手指节泛白，面色越来越难看。众人的注意力都在邵环虚身上，唯有我在那儿深思，我何时有这么好？邵环虚眼眸含笑，一字一句道：
但明月非独照我，也有不少男子倾慕于他。其中更有一位才名显赫之人，他不仅相貌出众，还是爱诗词歌赋，年纪轻轻官拜四品，有我不及的本事。邵桓虚就差把谢安两字爆出来了。他说着自谦的话，神色却没有一丝自卑怯懦。他继续道：我心中难安，不知他是否更欢喜那人。说这话时，他那双看似温润的眼眸落在了我身上，仿若一汪深潭，将人缓缓吞没。这事儿分明早就定下，我已在网中，他却还要把饵料再撒一撒，装作一副深情又要给我自由抉择的模样。邵桓虚着实不像个安分的性子，我一时对这桩婚事更加没底。不想就在这时，沈思月霍地站了起来，他羞红了脸，握紧了拳头，像是鼓足勇气一般，结结巴巴道：我对旁人都无益，只对殿下你。满座皆惊，惊讶于他胆子竟如此之大，又如此之自以为是。我亦有些惊讶于原来他不是不知道谢安对他的心思啊。我与沈思月座位邻近，邵桓虚看过来时，他正好在我后方。他许是眼神不好，又或是邵桓虚那双眼顾盼生姿，让他误会了是在对他说。邵桓虚仿若未闻，继续道：听闻我的心上人还有一桩口头婚约，不知他还愿不愿嫁我。他今日好像非要我说出句非他不嫁。皇后娘娘捂着嘴偷笑，公主们亦一副看戏的模样。沈思月愣了愣，他没懂邵桓虚这话到底是何意，但他还是着急辩驳道：殿下，我身上并无那什么口头婚约，就算是有口头婚约，不过是嬉笑之言，又怎么能作数？我不知此刻是不是我开口的时机。好在沈思月也没有给我犹豫的时间，他见邵桓虚迟迟不言，着急忙慌地看向谢安道：口头婚约就是不作数的。谢大人见识比我广，知道的比我多，你来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谢安面色如常道：是这个理。可以我多年对他的了解，还是看到了他紧绷的下颌和那强颜欢笑的表情。邵桓虚大为满意，他笑得意味深长，道：我在此多谢谢大人成全。谢安突然感觉出有些不对劲，却见邵桓虚转头看向皇帝道：还请父皇赐婚，儿臣要求娶。邵桓虚还未说完，殿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，有刺客护驾。侍卫和刺客几乎是同时出现的，刀光剑影，眨眼间殿内便乱作一团。邵桓虚和侍卫们去保护皇帝和皇后，眼看场面混乱又危急，逃命之时，突然有人死死拉扯住我，我一不慎狼狈摔倒在地，脚踝一阵钻心刺痛。原来是沈思月哭喊着抱住了我的大腿：江家姐姐，救我！我挣扎着努力爬起来的时候，谢安从远处跑来：江归，别怕！乱箭无眼，朝着我们的方向刺来，四面围剿，难以奔逃。虽夫妻缘浅，但到底是多年相识。危难之际，我只得看向谢安：我走不了，救救我！安哥哥，救我！我爬不起来。谢安瞧了我一眼，那一眼带着歉意，我心中有了预感。果然，他道：带我回来，再救你。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把沈思月抱入怀中，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，我没有时间多想，寻找附近可躲避之处。殿内烛台倒下，引燃火势，一支箭矢划破空气，朝我射来。电光火石之间，有人出现在我的视野里，他的背后映照着一片火光，眼眸飞扬锋利，不复先前那般沉静。邵桓虚长臂一捞，将我护入怀中，他单手执剑，一边挥剑一边笑道：江归，你这下可愿嫁我了吧？我心跳若擂鼓，不知是太过害怕，还是……可不等我回答，邵桓虚已有些懊恼道：罢了，我现在问你，着实有些趁人之危了。看他那游刃有余的模样，我一时没忍住呛道：殿下的聘礼都到了，我的意愿还重要吗？邵桓虚轻笑一声：你若是不愿，我自有办法。那些聘礼也不必还我，就当我为你添置的嫁妆。我没料到这回答，一时哑口。约莫1个时辰后，刺客尽数伏诛。邵桓虚为我找来太医看了脚踝，又为我找来一顶小轿子抬我回去。
我道：宫中不可做教撵，这与理不合。邵桓虚一把将腰牌拽下，放入我手中。我已和父皇母后说过，还有人要说3到4，便让他来找我。我上轿子之前，邵桓虚突然开口唤住了我。将归。我不明所以，回头看向他。夜风凉爽，吹起他两边散下的鬓发，抚过他俊朗的眉眼。许是刚刚大战过一场，邵桓虚身上少了些少年老成，多了几分飒爽。这位储君模样长得十分好看，身姿挺拔，肩宽腰细，当得起许多女子梦中的情郎。他缓缓启唇道：赐婚的旨意明日就该下来，你若是不愿，现在还能告诉我。他表情依旧淡然，仿佛一切了然于胸，泰山崩于前也不会改色。可不知为何，我能从他声音里听出一丝紧张。他身形绷直，指尖轻轻颤抖。我眨了眨眼，笑了起来。我道：殿下，我自然是愿意的。说完这话，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我没再看邵桓虚，一头扎进了轿子里。小轿子被抬起，一晃一晃离开。我恍惚听见了背后的大笑声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脸颊，有些发烫。嫁给邵桓虚似乎不错，他似乎是个好的。当然，就算他不是个好的，我也不亏。小轿子行了一会儿，我听到了外头熟悉的声音：安哥哥，你带走了我，江家姐姐可会生你的气。都是我不好，但我实在太害怕了。我掀开帘子，瞧了一眼。花园亭中，沈思月哭得一抽一抽，谢安安慰着她：生死关头，人之常情。他还比你先开口让我救他，他没资格苛责你。原来他不是没听到我求救的话，只是他选择救沈思月。10几年相识的情谊，仿佛只有我一个人记得。自从认识了沈思月，谢安种种行径都陌生的让我感觉害怕。这样的人若是成了我夫君，以后怕不是还会为了沈思月，连我的孩子都能舍下。想到此处，我不免有些庆幸选择了邵桓虚。沈思月又问道：安哥哥，你陪了我很久了，你不去看看江家姐姐吗？谢安道：她是江家大小姐，没有我，亦有一堆人去救她。闻言，沈思月抿了抿唇，小心地觑着谢安的脸色道：我的意思是，安哥哥，你是江家姐姐的未婚夫，该去看看她的。而且，要是太子殿下来看我，看到你在我身边，他会误会的。谢安的表情哑口无言，我忍住了，没有笑出声。沈思月继续道：话说，发生那么大的事情，我差点就没命了，太子殿下为什么还没来看我？难不成，我不是未来太子妃？想到此处，沈思月的脸垮了下来。他一把抓起谢安的衣袖，带着哭腔道：安哥哥，我要是不是太子妃该怎么办啊？他扑进谢安怀里，抓着他的衣襟，急得又掉了眼泪。我真羡慕江家姐姐能有安哥哥这样的未婚夫。我不喜欢太子，可我只有做了太子妃，才能扬眉吐气，才能不被欺负。听闻此言，谢安原本难看的脸色渐渐柔和。他摸了摸沈思月的发髻，不由柔声道：没事的，你还有我。你若当不成太子妃，我……轿子越走越远，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。翌日，比赐婚旨意早来的是谢安。我回笼觉刚醒，门卫来传话，谢公子来了。谢安曾说宫宴之后就来提亲，因此我有些苦恼，思索着该如何回绝。侍女问道：谢公子可是带了好些聘礼来提亲？门卫微微一愣，看了我一眼。谢公子是两手空空来的，倒是身后跟了位姑娘。我顿时了然，是我多虑了。谢安等在我院子外头，沈思月站在他身后，看到侍女搀扶着一瘸一拐的我，谢安一时有些愣神。沈思月道：江家姐姐，是我特地拜托安哥哥带上我的，我想亲自同你道歉。谢安道：虽不是他的错，但他执意要亲自来和你当面道歉。这话说的仿佛我还要谢谢他一样。侍女道：托沈小姐的福，我家小姐昨日差点没命，若非沈思月，我也不会扭伤。只是就像谢安说的那样，生死关头，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，何况又有谁能证明是真是假？就如此刻，
沈思月慌张地摇着头，我没有。江家姐姐，我知道你怪安哥哥先救了我，但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？谢安一下沉下了脸，训斥道：江归，这是责任在我，你何必如此对思月？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名声何其重要。我按住还想还嘴的侍女，示意她不必再费口舌。我在距离谢安不远处站定，道：沈姑娘的道歉我收到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谢安看着我疏离的模样，一时有些不适应。等等，我今日来还是为了你我婚约之事。我故意笑道：哦，谢公子是要如约来提亲了吗？谢安脸上闪过几分尴尬。你我早就定下婚约，提亲之事不急于一时。我揶揄道：君子一诺重如千金，谢公子推迟婚约的理由想来是十分充分了。还能有什么理由？无非是沈思月没有如计划中那样成为太子妃。谢安眼神中心虚一闪而过，片刻后他正色道：你什么时候这么愁嫁了？女子该矜持内敛，怎能把想嫁人之事挂在嘴边？侍女气得口不择言，那还有某些人成天把想做太子妃挂在嘴边呢。谢安蹙眉，厉色呵斥道：江归，管好你的下人，这般不知礼数的奴才，理应发卖。你若不会管，我来替你管。我冷笑一声，也板起了脸：谢公子，我江家的事还轮不到你做主。沈思月在旁强颜欢笑道：安哥哥不要为了我生气，我早就习惯了，被人说两句没事的。谢安闻言越发生气：江归，我知道你还介意昨日之事，但思月从不曾欠你什么。他若是有得罪你的地方，也只是因为他性子单纯。你若这般善妒，以后如何当谢家主母？沈思月一劝道：是啊，江家姐姐，你以后可是要嫁给安哥哥的。我虽没在京城长大，但也知道高门主母应当大度能容忍。我不予理会沈思月，我虽不喜欢她，但也知道一切源头还是在谢安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谢安道：你我缘分已尽，你往后别再来了。谢安眉心狠狠皱起，声音沉下了几个度：你什么意思？江归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已同你解释过了，我已不计较你污蔑思月之事，你还在这里拿瞧，你就不怕我就算悔诺也不肯娶你？他话音刚落，外头突然传来一阵嘹亮的声响。圣旨到，圣旨姗姗来迟。在谢安和沈思月狐疑的目光下，宫里头来的大太监缓缓展开圣旨，念道：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江家嫡女江归品行端庄，名扬遐迩，今特赐婚于太子为正妃，则良辰吉日，举行大婚，钦此。我伸手接过圣旨，尘埃落定。大太监笑道：江姑娘久等了吧？陛下其实早就拟好圣旨了，太子殿下说您起得晚，非要等这个时候再送来。我心里头纳闷，邵桓虚怎知我平日起床疲懒？我未曾看到谢安不可置信地盯着我，脸色难看，也未曾注意到沈思月满脸震惊。他竟一把抓住大太监的袖子：公公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才是诗画会的魁首啊！大太监打量了沈思月两眼，道：你是？沈思月这下彻底绝望了。我正欲送大太监离开，被他回绝：听闻江姑娘您昨日遭了罪，被人故意拉住绊了一跤，伤了腿，不宜行走，您还是快回去歇着吧。大太监走后，院子里安静的有些诡异。谢安死死盯着我，双目赤红。我说了声送客，便和他擦身而过。江归，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他眼睛一亮，道：你我有婚约在，你若是不愿做太子妃，我替你进宫说，陛下深明大义，一定会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：你从哪里看出我不愿了？谢安的脸色瞬间变白。江归，你别开这种玩笑。他嗓音嘶哑，仿佛我才是那个负心人。你忘了我们的婚约了吗？不是说好了你要嫁给我的吗？我只是想推迟几日，从未想过要不娶你。我想起沈思月在宫宴上所言，道：口头婚约如何作数？谢公子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谢安僵在了原地。那日之后，谢安又来找了我2次，我都没有见，却在去采买备嫁之物时被他拦下。江归，你不适合做太子妃。
太子妃是未来的皇后，比起知书达理，心性纯良才更为重要，如此方能母仪天下。我一语点破，你是想让我把太子妃之位让给沈思月？谢安抿了抿唇，默认了这话。你放心，你退了和太子的婚约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我嗤笑了一声，谢公子，你是在把我当傻子吗？我放着好好的太子妃不做，非要嫁给一个为了旁的女子，推迟了提亲之人。再说了，便是我真的拒了太子妃之位，你又如何能保证沈思月能当选？我着实不理解谢安的想法。谢安深吸一口气，面上痛心又难堪。江归，我只是希望思月有个好归宿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呢？若她真的无法做太子妃，我会娶她做平妻，她在沈家过得如履薄冰。无论是亲生父母还是兄长，都偏心于贾千金，我也只是怜她可怜，她不会与你相争。觉得她可怜便要这么帮她，甚至还要娶她吗？那流离失所，衣不蔽体，比沈思月可怜的大有人在，为何不见她去可怜可怜？我属实无法理解她这种感情。我想要离开，偏偏谢安耍赖皮一样挡住了我的去路。他朝我伸手，想要抓住我的手腕。就在这时，一只修长的手拦在了我和谢安之间。谢大人，要对我的太子妃做什么？邵桓虚依旧笑得温润，但笑意不达眼底，周身威严之气让人不敢直视。谢安不得不行了一礼。邵桓虚道：谢大人可是对我选的太子妃有什么意见？谢安道：不敢。这两字仿佛是从牙根里挤出来的。邵桓虚徐徐揽过我，带着我走出了铺子。等走到空旷处，他便收了手。我道了声谢，迟迟没听到邵桓虚应声，我有些疑惑地抬眸看去，一下便望进了那双幽深的眼眸里。我一下红了脸，正想要找个理由逃走，却见邵桓虚那俊美的脸也在我的目光中一点点红了起来。向来游刃有余的人，竟也会不好意思。我没忍住，扑哧笑了一声。邵桓虚咳了两声，欲盖弥彰道：你用的什么香膏？还挺香的。我道：我没用香膏，就是寻常熏在衣服上的味道。你若是喜欢，等婚后我也给你熏上。婚后两字一出，我和邵桓虚彻底闹了两个大红脸。他将我一路送回江府，一路上他都欲言又止，直到分别之时，他才仿佛做好了心理建设，将在腹中打了千百遍草稿的话吐出。江归，我求娶你并非是因母后举荐，很久之前我们便见过了，只是你不记得。我书房里还有好几幅你的画，待婚后，你过来看。我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只低低地应了声好。我转身进府，跨过门槛走了好几步，回头见他还在瞧着我。我和邵桓虚大婚的日子还没到，谢安的好事竟先传了出来。沈思月行事却是比京城循规蹈矩的女子大胆了许多，她竟当众拦停邵桓虚教撵，和他表明心意。他道：他对太子殿下一见倾心，绝非是为了太子妃之位，即便邵桓虚不是太子，他也想要嫁给他，他才是真心欢喜他的人。这一番话太过惊世骇俗，当日便传遍了京城。沈家觉得丢人，火速开始给他相看。只是经过这一遭，许多人家不想引火上身，只有几家小官家的儿子看上了沈家的门楣，愿意求娶沈思月。听闻沈思月不愿意嫁，在家中大闹了一场。几日后的赏花宴席上，有人撞破谢安与沈思月睡在一处。听闻当日谢安在众人的目光中逐渐清醒过来，脸色十分精彩。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幕，着实感到遗憾。但那一日晚上，门卫说谢公子在江家门口站了很久。就这般，沈思月嫁给了谢安。谢安母亲拍板，婚前失贞的女子只能做妾。茶楼酒肆里的人都在说，早就看出了谢安对沈思月情根深重，如今终于抱得美人归，只是不知可怜了哪家小姐嫁去做正妻。但这些都和我无关了。我嫁给邵桓虚那日，十里红妆，万人空巷。谢安喝醉了酒，嘴里念叨着什么，结果被太子的侍卫堵住嘴扔了出去。侍女八卦地打听了消息，说是在念叨我。我有些不信，不少人八卦
说谢安和沈思月似乎不太和睦，但那都只是传言。我与邵桓虚举案齐眉之时，谢安同沈思月恩爱的大张旗鼓，十分高调。邵桓虚为此还起了攀比心。谢安为沈思月买首饰，他便送我一整条街的铺子。谢安带沈思月踏青，他便带我去温泉山庄，泡完温泉，宴足之时，又把山庄送给了我。他这人面上看着光风霁月，里头花花肠子却不少，心眼着实黑，还给谢安使了好些绊子。我并不在意，只是偶有一日，谢安拦住了我的马车。他说他后悔了，不该因一时心软去招惹沈思月。见我目露疑惑，他苦笑着解释，前些日子我都是在做戏，我想骗自己，并不在乎你嫁给邵桓虚，可发现我终究是在乎的。江归，你本来该嫁给我啊。我梦见了前世，梦见了沈家没有把沈思月找回来，我顺理成章娶了你。婚后我们有了一儿一女，我始终心里只有你，院里头不过2房妾室，都是沈思月骗了我，沈家人对他很好，是他一直觉得不公平，都是他毁了我们的姻缘。谢安说他不信怪力乱神之事，只是那梦境过于真实，所以让他半信半疑。我们应该如前世一样。江归，若是能重来，我打断了他的话。谢大人，你别想太多了。谢安点点头，怅然若失。马车前行，路过谢安之时，我笑着道，就算我们真的成亲了又如何？婚后第10年，你从江南带回了带着肚子的沈思月，我们还是和离了啊。2个孩子只愿认我，一辈子都没再喊过你一声父亲。谢安猛地瞪大了眼睛。那一夜，失魂落魄的谢安坠了河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